JE72TW Sound。一切都复原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在前一段时间，打开了履历，准备找新的工作。在整理履历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几个工作上一直没注意的瓶颈。跟2间公司面谈后，更加确定了这些问题的存在。于是毅然决然的关闭履历，回绝了所有面试邀约，专心的厘清这些瓶颈与问题。而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在漫游 LinkedIn 或是一些专业性的文章，通常都会注意作者的头衔以及他的经历，来了解这个文章的正确性及权威性。然而，在看到一篇 Reddit 文章在讨论 LinkedIn 头衔的文章 https://cgang.r/斜杠2斜杠2e/cellmenti/vs/linkedin 有部分虚胖的状况存在，让我想起多年前的看到文章，没了名片，我们剩下什么？大人学 https://drenc.demy.com/article1/view/id/e17ee。在刚出社会到人保的那段经历，我都可以很有自信肯定的对别人说我是程式设计师。而在离开人保后，逐渐的远离写程式，开始系统分析师及专案管理的工作。在很多的软体公司也都是依照程式设计师 N 系统分析师 N 专案管理这样的路径在升迁。于是我的认知也是我的职涯逐渐的提升。然而这可能是我的错误想象，因为有些系统分析师跟专案管理人员其实是没有写过程式，但是他们在经过多年的训练，可以写出很完整的系统分析规格或是专案管理计划书。所以我其实不是升迁了，而是转换跑道了。然后因为我担任系统分析及专案管理的时间不够长，就算去考了张敏捷管理的证照，参加了许多关于 PM 的沙龙或是研讨会，但现实层面来说，以用人单位主管及 HR 来说，都是经验不够，或是我写过的系统分析规格跟该公司的既定格式有落差，而被认为能力不足。所以接下来该找程式设计的工作吗？这也是很多人建议我的，因为有一技之长，有一定的门槛，而且我也有通过类似检定的测验。但我心中很明白，我熟悉的框架已经不是目前的主流了。虽然一直都有在持续关注新的技术，也有一些公司因为产业或是系统架构的原因，还是会有这框架的工作，不怕没有机会。但我真的还想要继续写程式吗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是从在某家公司参加读书分享会的时候产生。读书会需要一直分享新的技术，所以大家都会下班的时候努力寻找课题，然后整理成简报分享给大家。可是最后实际运用在专案上的真的不多，其实也就是时间成本的问题。像是导入新技术的人员训练，新技术需要多少金钱成本？新技术前期的技术支援是否真的足够？而且也有部分技术最后就无疾而终。以上的经验开始消磨我的热情，最终让我真正开始问自己要不要继续写程式的情境是，参加越多程式测验，就会出现越多我不知道的题目，然后我在不懂这些题目的状况下，还是可以完成工作上所交付的一切项目，不禁让我思考学术性的问题。我真的都要全部知道吗？于是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其实我对写程式不是这么的有热情。原来我只是想用写程式来完成我有热情的项目，像是大学专题的唱歌评分，大学研讨会的论文评分系统，电商网站，还有这个部落格网站。花了一段时间理清这个问题后，想到在山龙通运做的专案项目，其实是很有未来性且值得商业化的。很遗憾无法继续参与，但也发现自己在系统架构的规划上其实是超乎自己的想象。这些知识来自微软的 S900 考试，持续学习其实还是蛮重要的。而我也在继续关注 AI 这块领域，努力寻找自己有热情的项目，希望这个机会赶快来吧。